嗨，各位，我是 Winter。然后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睡眠、失眠。我觉得大家有在看我文章的人就会知道，我很常在半夜4、5点发 Instagram 或发着各种 story 之类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从高三那年第一次去看医生，因为学测压力的关系，然后到我出社会创业到美国，我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从我高三到现在，其实已经7、8、8、9年了。然后我所有晚上365天，连续7、8年，我没有一天可以不靠药物睡觉的，所以我的问题蛮严重的。然后我也变得非常的依赖药物，因为我很常就是想要尝试说，哦，我不要吃药，然后我今天想要睡。就是自己睡着看看，结果根本做不到。然后这件事情只让我就是撑到隔天早上7、8点。但是我在今年就是认识我男朋友之后，我的失眠好了，很不可思议。我吃了7、8年的药，然后在今年就是包含所有生活习惯的改变，我的失眠好了。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我真的就是克服了我的失眠。我觉得睡不着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因为当就是夜深人静，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为了准备明天的工作的学业的时候，然后你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对你已经放下手机了，但你还是睡不着，然后你知道你现在就是在浪费你明天的时间，然后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很痛苦，然后你开始喝牛奶，开始喝巧克力，然后开始吃一些助眠的东西，然后开始听音乐，然后各种方式都没有用。我非常知道那种痛苦，因为我7、8年、8、9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天我是睡得着的。对，但我吃了7、8年药，没有停过，没有停过，但是我还是好了。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怎么好的，然后要相信自己可以好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我自己可以好这件事情，然后就这样好了，所以想要给大家一点希望。然后我之前认识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在台湾或者是我来美国之后，太多人太依赖药物了，跟我以前一样，没有错，就跟我以前一样。然后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普遍，然后大家好像就把要吃这个助眠的东西，或者是失眠的药变成一种常态，就是大家已经欣然接受这件事情。但吃得好、睡得饱是人，这是最基本的。我们的生理结构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常态，我们还是要就是保持信念的，可以去治疗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到底在这半年我做了什么，以至于我到现在2、3、4、5、6、7、8、9，我已经停药7个月、7、8个月了，然后我可以确定我是完全的痊愈了，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到底要怎么治疗自己的失眠。好，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讲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technically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手机打开来，好，把自己的手机打开到设定的地方，然后把那个worm tone 就是夜间模式嘛，worm tone 叫什么？就是 night shift，就是在 display 的地方，然后 brightness 的地方里面有这个 night shift，然后 night shift 里面就是还有最 less worm，然后到 more worm，就是你可以调整那个它要多暖，然后你设定它的 schedule，因为很多人没有 schedule，我之前也没有，就是你把它的这个夜间模式的 schedule 设定成晚上一直到早上，就很多人会说你在睡觉前2个小时调成什么夜间模式，但我的 schedule 就是从晚上8点，我的电脑跟我的手机会全部变成黄色的。你就 schedule 起来，然后它每天就会自己调成 warm tone，所以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调，或者是你一定会忘记。电脑也要记得，平板也要记得，手机也要记得。为什么这个会作为一个最简单，大家可以先改变的事情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睡眠，我们一定要这个褪黑激素嘛。可是这个蓝光它的波长大概介在460到480的之间，可这个波长它其实会刺激你的感光细胞，所以说它会让你比较有精神、工作专注，但是你的细胞就不太会分泌这个褪黑激素，所以说它就会让你说，比如说你一直在看手机的话，就会让你
一直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个想睡觉的感觉。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把这个夜间模式的 schedule 设定起来，然后你可以设定早一点，其实你会发现就手机黄一点也没有影响它的任何 function 或功能嘛。那部分的研究显示，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强的蓝光下面，你的褪黑激素延迟分泌就会是1到2个小时。那你如果把它就是改成这个暖色的模式的话，它其实可以减少30到50%的影响。那你可能会说，真的有差吗？其实是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日常光的波长，日常光的波长其实在380到750之间，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颜色都有嘛，所以说380是紫色，就是最低的这边，然后到700多这边是红色，对，所以说我们这个自然光的波长是什么都有的，所以在白天你接触到太阳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晒太阳，就让你比较起床。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因为呢，它里面有包含这种蓝光或这种光线，它会让你就是比较清醒一点。但是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夕阳是红色？为什么夕阳是橘色的呢？为什么在看到夕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松，或者是有一种想要休息的感觉呢？因为夕阳它是黄色，它是红色，它就跟你的夜间模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黄黄红红的，然后让你比较有休息的感觉，让你整个人比较放松，然后让你整个人比较 calm down。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把手机的波长改成这个暖色模式。然后像黄光580，然后橘色大概600多左右，所以说它整个波长就可以转移到，就是从这个蓝光转移到比较黄橙色这个光，然后就会帮助你比较分泌这个褪黑激素。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夜间模式设定起来。好，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男朋友跟我说，就是你应该会在你清醒后的14到16个小时开始想睡觉。所以说，如果说你早上8点起床，那你开始慢慢的想睡觉，应该要在晚上10点左右。所以说，如果说你12点才起床，那你理所当然，你可能会半夜2、3点才想睡觉。所以说，我之前的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我吃药的关系，会让我非常的想睡觉，而且一天可以睡12到14小时。比如说，我每天都非常的晚起床。非常晚起床之后，我又想要早睡，就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才起床一下下的时间。所以你应该会在你清醒的，如果你的精神很好，你应该会在你的14到16个小时后想睡觉。所以说，你可以让自己早一点起床，那你的身体就会早一点想要睡觉。这件事情是绝对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在晚上12点想睡觉的话，你可以在早上6点到8点起床。那我很喜欢喝咖啡嘛，我很喜欢喝咖啡，我是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但是，因为我男朋友看到我喝很多咖啡，所以他跟我说，你的咖啡一定要在你睡觉前8个小时结束。你的咖啡因摄取，包含你的茶、咖啡，各种会让你就是有咖啡因的东西，8到12个小时是最好。所以很多人会说，中午12点过后就不要喝咖啡，最好就是在你睡觉前8个小时。就停掉你的咖啡因。那如果说你晚上12点要睡觉，最好一定要在下午4点之前就停掉你的最后一杯咖啡，不要再喝了。对，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食物，就是咖啡因的摄取，再就是食物，就是大家会说不要在睡前吃东西，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刚才吃完东西的话，你的体温会稍微升高，然后血糖也会稍微升高，因为你的身体就是在开始就是消化你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然后在他们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去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的强人所难。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手机改成日间模式，就是设定它的 schedule。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早点起床，早上6点到8点起床是最好的，就会在晚上10点、12点的时候想睡觉，刚刚好。第三件事情就是关于摄取嘛，就是你必须在睡前8个小时结束你的咖啡因，然后在睡前3个小时很极限，不要再吃东西了，真不要再吃。我之前我超喜欢在晚上睡觉前吃东西，我超喜欢。我一直以来都是那个可以在睡觉前吃火锅的那种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吃饱再去睡觉。但是，第一个会变胖，第二个就是你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休息，所以最好就是你的晚餐可以越早结束越好。对。
这是第3件事情。然后第4个呢，就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男朋友说他之前有带那个 Oura Rings， 就是可以追踪他自己的睡眠的。然后他觉得他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睡眠的深层睡眠有更好。大家知道睡眠有非常多的阶段，比如说你的深层睡眠、浅层睡眠，然后 REM 的，就是你做梦的时候的这种阶层。所以说有非常非常多的阶段。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影片跟大家讲，反正这2个东西是我男朋友买给我的。第一个呢是镁啊，大家不要小看镁，就很多大家会觉得镁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它其实可以帮助你的深层睡眠。然后我会打在私讯，就是它是一种，大家不要乱买，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你知道镁也翻译成化学，这是化学，就是我们有氧化镁啊，什么什么镁，就化学界很多嘛，化学类很多，化学的反应很多，所以说它其实是一种特别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打在资讯，就是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吃这个，然后帮助自己的深层睡眠，然后还有帮助自己身体的恢复。然后我觉得真的有差，真的有差。然后这个是他买给我的，还有这个是额外的 theanine， 就是它是绿茶的萃取，它会帮助你 calm down。这些都不是药物，这些都只是一些。该怎么讲呢？就是它是一种有点像是绿茶素这种，就是它是一些好的元素。自从我没有吃药之后呢，我就是每天会吃这个。然后当我男朋友在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吃这个，因为他在的时候我永远都睡得着。对，但他不在的时候呢，我就睡不着。然后上面有写说它可以帮助你，比如说 relaxation 还有 focus。对，所以说我会打开资讯栏，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好。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睡得着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心态。好，我觉得今天讲的东西可能都非常的 broad，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浅薄，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吃了7、8年、8、9年的药没有停，然后到我现在失眠真的好了。所以说大家真的可以听听看我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心态。身旁可以影响你作息的人很多，这是第一个心态。你要审慎的、非常谨慎的决定在你身旁的人。就如果你身旁的人都非常喜欢 party， 非常喜欢 drinking， 每天每夜夜夜深耕这样，你要怎么可以睡觉？你就会觉得你去睡觉好像就会错过很多人的东西。可是因为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规律健康的人，所以说他每一天就11点就去睡觉，他很多朋友10点就去睡觉。他很多朋友很早就睡觉，所以当你今天的人都这样子比较健康、早睡早起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的整个作息也会改变。所以说，审慎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人，还有作息良好的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近朱者赤嘛，你一定会跟身旁的人差不多的作息，该割舍的割舍。怎么样子对自己最适合、最好就去选择。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早睡早起，而是我真的觉得。我这半年整个作息改变了之后，我变得更就是 productive， 然后我也能就是做更多的事情，我也比较更 focus， 让整个人更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心态就是，台湾的健保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用药物用的非常的普遍。我一直都觉得失眠一定要靠药物，但是。一定要改掉这个观念，就是不是一个问题一定只能靠某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 solution 去解决。我看了很多就是其他 YouTuber 分享，就关于失眠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说吃了这个没有用，吃了这个没有用。他们会觉得保健食品或者是像我今天讲这种绿茶萃取物太过的薄弱，太过的不像药物的那么长效。可是这个才是长期的。投资跟长期的治疗，就是药物你不可能吃一辈子，那吃一辈子也很辛苦，也就是所有就是每天吃那么多的药，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的是失眠这件事情并不是一定要靠药物。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一定要改变的心态，就当我自己在戒断药的时候，我一直必须提醒自己说，这件事情我一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我绝对不是只要一直的靠药物解决，然后确实就有效。所以当你去真的相信，然后长期的去试用一些不同的方法的时候，就真的有效。你不能期待
就像中药一样，你不会期待你就是像仙丹一样一吃见效，你可以期待的是在1个月后、2个月后，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你的人生很长，所以花2个月、半年去试验一个新的、更好的方法，是非常非常良好的投资。对，你不能说你今天一定要见效，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另外很多人在美国会吃褪黑激素，我也不是特别的鼓励大家，因为吃激素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如果说你长期的吃某个东西，会不会造成你的身体就觉得啊，我不用 produce 就是反正你也都吃了，所以说我好像也不需要再生产这些东西了。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不要用一些并不是长久之计的方式去治疗一些很长久的问题。接下来的心态是很重要，就是关于社群媒体。我前面讲了不要用手机，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手机改成夜间模式之后，接下来就是不要在睡前用手机。你不要一直觉得你只要睡着就会跟不上时代。大家可以做的方式是，我其实是一个不用社群媒体的人，我就上去发一发东西之后呢，我就会下线。你会发现，你1个小时没有上社群媒体，你好像也不会失去什么东西；2个小时好像也不会，4个小时也不会，1天也不会，1个晚上也不会。所以说，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点，不要在意那么多人，不要在意那么多奇怪的新闻啊、奇怪的八卦啊、奇怪的就是这个名人事迹啊，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可当你今天的脑袋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塞了太多的东西的时候，你睡前你就会满脑子都是东西，就像我之前一样。我之前早上又要什么拍片啊，又要去演讲啊，然后又接受了一大堆奇怪的资讯啊，然后看了一大堆新闻啊，然后又要写书啊，就是我满脑子全部都是想法，然后根本停不下来。然后我能剪的第一个绝对就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些社群媒体的东西，那些新闻。再讲一次，就是把那些 mute 掉，或者是 unfollow 掉，就是能删的就删掉。我跟大家讲，我把我的 threads 删掉，因为那时候 threads 出来的时候，全台湾人都在用嘛。但我用了半年之后，请问上面有教我什么事情吗？没有，上面就有八卦，就有新闻。我觉得我思考了一下，就觉得我用了这半年，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在上面。但请问我的成长是什么？零。如果说我再不把它删掉，就是明知故犯，非常愚蠢。所以说我就应该把 thread 删掉，因为我想了一下，这半年我到底从上面得到了什么有用、帮助我人生的事情？没有。那为什么还留着？很多人会说，我人生需要一点时间去 relax、去放松。对，没有错。但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总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讲太多了？因为我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对自己是没有那么宽容的。那你对你自己多宽容，会不会太宽容？太宽容导致自己没有进步、没有成长，这就是一个问题。就你可以对自己宽容，但是我必须讲，我认识非常多的人，就是每天就是8点睡觉的人、10点睡觉的人，他们对自己是不宽容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宽容是一个一定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态度。你可以善待自己不好的时候，善待自己低落的时候，但你不需要无时无刻对自己宽容。就你不需要无时无刻安慰自己说我现在需要休息，我现在需要brainwash，就是这不是一个良好的长期的一个态度。对，然后要就是放松的方式有很多，运动啊，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啊，吃健康的东西啊，这些事情都很多，但是并不适于要去看那些 social media。所以当你自己减少自己看这些 social media，所以就是接受太多 information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真的比较好睡觉。你起码在睡觉前，你不会想到太多的东西，你不会想到那个名人，我这个朋友，我那个朋友，我那10年没见的朋友，那10年没见的朋友，就是快要不重要了，你知道吗？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所以说，我自己就是失眠真的特别辛苦，然后我非常的害怕每一次没有把药带在身上的日子。我试过非常多方法去改善我的失眠，在这8年里面，我从来没有好过。但是这样子，就这一次真的就好过。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男朋友给了我非常大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身旁的人非常的重要。就是
怎么样子的人要在你旁边，真的非常重要。你这个人不能让你很恐惧，让你睡不着，让你就是每次睡觉的时候就担惊受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不是正确的。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觉得就是失眠一定要吃那些药物或者是更不好的东西。我有很多朋友吃更不好的东西，它确实可以解决你一时的方便，但是这是一个长久之计嘛？就是你需要 question 一下，然后你的身体真的负荷得了吗？对，我们现在才年轻，20几岁、30几岁没有问题，但你能想象自己吃某一种药物吃20年、30年吗？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给大家，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手机呢能调就调，然后呢，咖啡因的摄取、食物的摄取、接受自然光的时间，你要相信自己可以靠着这些东西慢慢的治疗，就像中药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心态，跟你身旁的人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不要再为失眠所困。那希望帮助到你们，希望你们都睡得着。对，人们一定会有就是吃不着，人类一定会有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的日子，然后也要善待自己这些日子。这些日子是 acceptable 的，这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你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常态。问题可以发生，但你不能把问题视为一种常态。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